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陷阱——坚果。不少中老年朋友深信每天吃坚果有益长寿，认为小小的坚果是天然保健品。但您知道吗？有些坚果吃错了，长期下来堪比慢性毒药，会悄悄损害健康。而另外有些坚果则是被埋没的黄金圣品，对养生大有裨益。可惜知道的人并不多。到底哪4种坚果是暗藏风险的慢性毒药？又有哪4种坚果是真正延年益寿的黄金圣品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揭开这个谜团，看清您手中的坚果到底是宝还是毒。首先，我们来看4种坚果界的慢性毒药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坚果零食，它们表面看似健康美味，实则暗藏伤害，长期食用对中老年人的身体极为不利。请您对号入座，检视自己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吃下了以下这些慢性毒。第一种让人体积劳成疾的坚果是人人熟悉的花生。花生在中国有长生果的美誉，不少中老年人每天都喜欢抓一把花生下酒或当零嘴。然而花生若保存不当，极容易滋生一种可怕的毒素——黄曲霉毒素。黄曲霉毒素是一种无色无味的致癌物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。花生受潮发霉时，肉眼往往看不出异样，但里面可能已经布满了黄曲霉毒素，即使重新晒干、炒熟，这种毒素也不会被破坏。长期吃下受黄曲霉毒素污染的花生，会慢性中毒，它在体内积累，主要攻击肝脏，诱发肝硬化、肝癌等严重疾病。中国南方过去一些地区喜欢自家种花生晾干储存过年，但由于气候潮湿，花生极易发霉，导致当地中老年人肝癌发病率偏高。这背后元凶就是黄曲霉毒素。更可怕的是，黄曲霉毒素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，它耐高温又无法用肉眼识别，一旦吃下去，我们完全察觉不出异常。或许很多人会说，我吃的花生都很新鲜，不会发霉吧？但事实是，只要保存环境稍有潮湿，高温高湿的季节里，花生极易暗藏黄曲霉。就算是市面上的花生制品，也难保储存运输中不受污染。所以花生其实是坚果中的头号隐形毒药，除非我们能100%保证花生的新鲜和干燥，否则每天当零食吃花生，等于把健康置于风险之中。尤其中老年人肝脏解毒能力下降，更要警惕这种慢性伤害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花生毫无营养，新鲜优质的花生富含蛋白质和有益油脂，适量吃对健康有益，但关键在于保存和品质。一旦花生有哈喇味、霉味或外表长斑，一颗也千万别入口，宁愿丢掉也不要心疼。总之，花生虽好，但保存不当，就会由长生果变成伤身果。中老年朋友务必要当心。第二种堪比慢性毒药的坚果是各种重咸烘炒的坚果。很多人吃坚果图的就是那股咸香酥脆的劲儿，下酒追剧时一把接一把停不下来。市面上常见的盐焗腰果、五香花生、椒盐南瓜子、开心果仁等，都是经过重盐和油脂烘炒加工的。这些高盐坚果吃进体内，对中老年人的伤害是潜移默化又不容小觑的。首先，食盐过量是诱发高血压的大敌。中老年人本身血管弹性变差，肾脏功能也有所下降，如果经常吃咸味很重的坚果，体内摄入的钠离子远超负荷，会导致血压持续升高，增加中风和心脏病风险。同时，高盐饮食还会破坏血管内皮功能，容易引发全身慢性发炎反应。有些长辈手膝关节老是肿痛，其实与吃太咸导致的炎症有一定关系。其次，重咸坚果往往也是高油坚果，许多商家为了增香，会将坚果用植物油炸或炒，然后再加大量盐和香辛料。经油炸的坚果热量飙升，且油在高温下氧化产生反式脂肪等有害物质，加重心血管负担。不知不觉中，一包香酥可口的盐焗坚果就让人摄入了惊人的盐分和热量。更糟的是，高盐重油的食物特别容易让人上瘾，越吃越想吃，形成长期摄入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这简直是在给自己的心血管慢性下毒。可能有些朋友会说，我吃的咸坚果不多啊，每天就零星几颗。但要知道，钠摄入是容易积少成多的，
哪怕每天多摄入2克盐，一年下来也是1公斤盐。我们的身体可不是一天能排掉1公斤盐的机器，长年累月过量的钠就这样积累在血管和组织中，最终引爆高血压、肾脏病等问题。有研究指出，高盐饮食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比低盐者高出近3成。由此可见，重咸坚果就是中老年人的隐形杀手。想要健康，请管住嘴，远离那些越吃越想、一口一个咸的坚果零食。如果嘴馋想吃坚果，请选择原味无盐的，才能真正吃出健康。第3种潜伏危机的坚果是近年来流行的巴西坚果。巴西坚果因富含硒元素而声名大噪，被一些营养文章称为抗癌坚果、补硒明星。硒确实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适量摄入有助提高免疫力，保护甲状腺功能。然而，过犹不及的道理在巴西坚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它虽是营养品，过量了就会变毒药。巴西坚果是所有食物中含硒最高的之一，一颗小小的巴西坚果就含有人体每天所需硒的好几倍。正常人每天只需要大约50微克的硒，超过400微克可能就会中毒。而一颗巴西坚果往往含硒100-200微克，也就是说吃2-3颗就可能超标。如果有人当普通坚果零食那样每天一小把巴西坚果往嘴里送，长期下来极有可能发生硒中毒。硒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轻则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指甲脱落、头发干枯，甚至大片掉发；重则可能损害神经系统，出现周围神经病变、四肢麻木无力等症状。有人或许会问，我吃巴西坚果只是想补硒防癌，怎么反而中毒？其实人体需要的硒少之又少，摄入过多时反而变成氧化剂，伤害身体。就像药补不如食补，但食补也要适量一样。巴西坚果当初被推崇，是因为少量就能提供足量硒，不是让您大量当零食吃的。如果您购买了巴西坚果，每天最多吃1到2颗就足够了，千万别贪多。曾经有一位老伯听说巴西坚果抗癌，天天当花生米一样抓一把吃，结果几个月后出现严重掉发和疲倦，检查发现体内硒含量超标，这才醒悟是自己吃补过头中了毒。可见再好的东西过量也会变坏，巴西坚果正是这样一把双刃剑，适量是补，过量成毒。由于它产自南美，不像杏仁、核桃这类我们土生土长的传统坚果，中老年朋友对它的认识还不多，因此特别需要提醒注意，千万不要照搬网上那些夸大的宣传，认为吃越多效果越好，最终伤身的正是这种盲目的养生。对于巴西坚果，我们要记住8个字：点到为止，切勿过量，这样它才能造福健康，而不是变成慢性毒药。第4种隐藏的坚果杀手，则是让人又爱又恨的糖衣坚果。不少中老年朋友戒掉了蛋糕甜点，改啃坚果，觉得这样更健康。然而市面上许多坚果零食披着健康的外衣，实际含糖惊人。例如脆皮糖花生、蜜汁腰果、焦糖杏仁、糖炒板栗等等，外面都裹着一层厚厚的糖衣或蜜汁，吃起来甜甜脆脆，非常诱人，让人忍不住多吃。然而糖衣坚果是在营养炸弹上又涂了一层糖衣，长期食用对中老年人的危害不亚于慢性服毒。首先，糖分摄入过多会导致血糖波动和胰岛素飙升，中老年人代谢能力下降，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不如年轻时敏锐，经常吃糖炒坚果等于反复在血管里掀起糖洪水，长此以往容易诱发胰岛素抵抗，增加2型糖尿病风险。同时血液中长期维持高糖高胰岛素状态，还会促进脂肪堆积，使人腹部肥胖、高血脂、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随之升高。其次，高糖饮食本身就会加速衰老，糖分子在体内会和蛋白质结合产生糖化终产物 AGS， 这些物质会损伤血管弹性和皮肤胶原，使血管硬化，肤质变差。很多爱吃甜食的人年纪轻轻皮肤就松弛没有光泽，这就是糖分在偷走青春。中老年人本就面临衰老挑战，如果还大量摄入糖衣坚果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最后，糖衣坚果往往热量极高，糖本身就是纯热量，
每克糖提供4大卡，而一份糖衣坚果里的糖加上坚果的脂肪，热量密度惊人。一小包甜味腰果可能就有300-400大卡，相当于吃下2碗米饭的热量。很多人吃甜坚果时毫无负担的一口接一口，几分钟就摄入了相当可观的热量，却不自知。对于想控制体重、预防肥胖的中老年人，这简直就是在慢性自我毁灭。有位阿姨平时节食很克制，但特别爱吃蜂蜜核桃，觉得坚果对心脏好，又有蜂蜜美容，每晚看电视时都要吃半盘。结果3个月体重猛增5公斤，血糖也升高了，才恍然大悟是这蜜饯坚果惹的祸。事实上，糖和油脂混合的美味最具欺骗性，它满足了口腹之欲，却悄悄埋下健康隐患。因此，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管住嘴，远离各种糖炒、蜜汁、焦糖口味的坚果零食。别以为吃的还是坚果就掉以轻心，包裹了厚厚糖衣的坚果早已不是什么健康食品，而更像是打着坚果旗号的甜蜜毒药。如果想吃到坚果的营养，又嘴馋，想要点甜味，不妨选择天然的方式，比如把几颗核桃或杏仁拌在优格里，加一点点蜂蜜调味，或者用红枣、葡萄干搭配少量坚果一起吃。这样既满足甜味，又摄取了纤维，减缓了糖分吸收，比直接吃糖衣坚果要健康得多。总之，戒掉糖衣坚果这一口瘾，就是给自己的未来减少一分隐患。说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感到忧心忡忡，这也不能吃，那也有害，我是不是干脆远离所有坚果算了？别害怕，坚果家族中还有许多成员对健康大有益处，关键在于选对种类，用对方式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真正对中老年人有帮助的4种黄金圣品坚果。它们营养丰富，科学研究和传统经验都证实了其保健价值，是中老年人延年益寿的好朋友。只可惜很多人不知道或没有重视它们。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揭晓这健康4宝。第1宝，核桃。提起核桃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它长得像人的大脑。民间早有以形补形的说法，核桃补脑几乎成了共识。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，核桃富含 Omega-3 脂肪酸、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E， 对大脑健康和心血管都有极大的好处。Omega-3 脂肪酸能促进脑细胞的沟通，预防记忆力衰退，甚至有研究发现，常吃核桃的老年人阿兹海默症发生率更低。此外，核桃中的亚麻酸还能降低坏胆固醇 LDL， 提高好胆固醇 HDL， 从而保护心脏和血管。难怪有人称核桃是植物中的鱼油胶囊。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常吃核桃可以软化血管，降低血脂，预防动脉硬化和中风。核桃还富含膳食纤维和矿物质，如镁、锌，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和骨骼强健。从中医角度看，核桃性温，能补肾固精，温肺定喘。很多老人冬天容易手脚冰凉，腰膝酸软，吃些核桃仁有助于缓解这些症状。核桃还被视为长寿食物之一，古人养生常把核桃配黑芝麻磨成糊早餐食用，认为可乌发益寿。现代营养学则建议中老年人每天吃2到3颗核桃最为适宜，这个量既能充分获取 Omega-3 等养分，又不至于摄入过多热量。坚持每天3颗核桃，一段时间后，您可能会惊喜地发现记忆力有所改善了，冬天怕冷的情况减轻了，皮肤也较从前滋润了。特别是核桃对大脑的作用，让它有健脑果的美誉。早在2015年，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就指出，经常吃核桃的老年人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明显优于不吃核桃者。可以说，核桃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大脑礼物，更是中老年人养生当之无愧的头号圣品。第2宝，杏仁。每日1把杏仁，健康常伴你身。杏仁虽然个头小，营养价值却一点也不小，被誉为天然维他命丸。首先，杏仁富含维生素 E， 维 E 是强效抗氧化剂，能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减缓细胞老化。中老年人容易出现皮肤干燥，失去弹性，维 E 可以滋润肌肤，延缓皮肤衰老，因此常吃杏仁有美容养颜的效果，让老年朋友的气色更好，皮肤更健康。难怪有人把杏仁称作可以吃的护肤品。
其次，杏仁含有丰富的钙和镁等矿物质，钙质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，强健骨骼，镁则参与上百种酶的作用，能帮助维持心律稳定，促进睡眠和情绪放松。很多中老年人担心骨头脆、睡眠差，天天几颗杏仁也许就是简单有效的注意。再次，杏仁还提供优质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，蛋白质是肌肉和组织的重要组成，老年人适量补充有助于防止肌肉流失，而不饱和脂肪则有助于降低胆固醇，保护心脏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杏仁作为低升糖指数的食物，还能稳定血糖。饭后吃几颗杏仁，能减缓糖分吸收速度，避免血糖尖峰，有助于糖尿病人控制血糖。一项发表于2017年的研究指出，2型糖尿病患者在早餐后食用一份杏仁，血糖水平较不吃杏仁时低很多。这对中老年糖友来说是个好消息。用杏仁做加餐零食，可以在解馋的同时平稳血糖。此外，中医也认为甜杏仁有润肺止咳的作用。秋冬季节气候干燥，老人容易嗓子痒、干咳，磕几颗杏仁或冲泡杯杏仁露，有助滋润肺腑，减少咳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中药所称的杏仁有南北之分，北杏仁略带苦味，有小毒多入药，南杏仁也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甜杏仁，无毒且营养丰富。我们日常当零食或磨杏仁茶喝，用的都是甜杏仁，大家不必担心。总之，杏仁集抗氧化、补骨、稳糖、护心等多重功效于一身，堪称中老年人的健康零食瑰宝。每天抓上一小把，约10来颗杏仁作为加餐，既能提供饱足感，又不用担心发胖。长期坚持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潜移默化的正面改变。别看杏仁其貌不扬，它其实是默默守护您健康的一把小护甲，值得您把它请上餐桌。第3宝，亚麻籽。亚麻籽或许不像核桃、杏仁那样常见，但它其实是当之无愧的植物营养之星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亚麻籽有2大法宝：清肠和抗炎。亚麻籽含有极高的膳食纤维，其中既有可溶性纤维，也有不溶性纤维。可溶性纤维在肠道中形成凝胶，降低胆固醇，平稳血糖；不溶性纤维则如同扫帚，促进肠道蠕动，预防便秘。许多老年人困扰于消化变慢、大便干结，吃点亚麻籽粉就是天然的调理剂。每天饭后来2勺研磨过的亚麻籽粉，用温水冲服或拌在粥里，不久您就会发现排便顺畅了，肚子不胀了，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不少。除了清肠，亚麻籽还是植物 Omega-3 脂肪酸的重要来源。它富含的亚麻酸在体内可以转化为 EPA、DHA 等物质，具有抗炎作用。慢性发炎是导致衰老和多种慢病，如关节炎、心脏病的元凶之一。适当补充 Omega-3 能减轻发炎反应。对于有关节疼痛、风湿的中老年人，亚麻籽的抗炎效果尤为宝贵。另外，亚麻籽特有的一类植物化合物木酚素，在人体内具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。这种作用十分温和，却对更年期后的女性有益。它可以帮助平衡激素，保护乳腺和子宫健康。有研究显示，适量摄入木酚素与乳腺癌风险降低相关。而对男性而言，木酚素也可能有助于前列腺健康。虽然机制还在研究中，但适量吃些亚麻籽至少对心血管和代谢有益。可以说，亚麻籽是小种子里藏着大能量。那么要如何食用呢？由于亚麻籽外壳坚硬，全力吞食不易消化，最好将其研磨成粉后再吃，营养更易被吸收。您可以将亚麻籽粉加到燕麦粥、豆浆、优格里，也可以在揉面团时撒一些，做成全谷面包。每天15克左右的亚麻籽粉，约1大匙就能满足 Omega-3 和纤维的摄取需要。坚持一段时间，您可能会发现血脂有改善，皮肤湿疹减轻，精力也提升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亚麻籽在古代中医典籍中虽少有记载，但在西方被应用已久。本草纲目中称亚麻籽为胡麻的一种，李时珍提到它有润燥滑肠之效，这恰恰印证了亚麻籽的功用。现代营养学更将其推崇为超级食物，所以不要小看这默默无闻的小小种子，它其实是中老年人守护肠胃、
远离炎症的黄金助手。第4宝，开心果。开心果又名阿月混子，在干果店里总是咧着嘴笑开一条缝，好像随时在欢迎您品尝。它的名字听起来就让人愉快，但开心果的厉害之处不仅仅是让人心情好，它还对中老年人的眼睛和睡眠有特殊的帮助。首先，开心果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这2种营养素是视网膜黄斑的重要组成，能过滤有害蓝光，保护视力。人上了年纪后，常见的眼疾是黄斑部退化、白内障等，部分原因就是体内叶黄素水平降低，导致视网膜更容易受到光损伤。适当补充叶黄素可减缓视力退化。绿油油的开心果仁正是富含这种眼部护理成分的天然食物。有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入足量叶黄素的老人，黄斑病变发生率明显较低，而每盎司约28克。开心果所含的叶黄素甚至比同量的深绿色蔬菜还多，可见常吃开心果有助于保护眼睛，延缓视力老化。对那些觉得眼干眼花的长者而言，开心果无疑是美味又有效的食疗。另外，开心果中还含有天然的褪黑素。褪黑素是调节睡眠的激素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体内分泌的褪黑素减少，这也是很多老人失眠多梦的原因之一。巧的是，开心果是少数含有高浓度褪黑素的食物之一。睡前适量吃几颗开心果，有助于提升体内褪黑素水平，改善睡眠质量。不少失眠的老人试过睡前吃一小把开心果，发现入睡更容易，夜里醒来次数减少了。当然，开心果也含有丰富的优质油脂、植物蛋白和钾元素。和其他坚果一样，开心果的不饱和脂肪有助降低胆固醇，蛋白质则有助维持肌肉，钾可以帮助平衡体内钠含量，协助控制血压。开心果相较其他坚果还有一个优点，它热量相对稍低，而且吃的时候需要慢慢剥壳，这种小麻烦反而能防止您一口气吃掉太多，边嗑开心果边看电视。因为壳堆在旁边，您对吃了多少颗有直观印象，往往更容易适可而止。这也从侧面帮助控制了热量摄入，避免发胖。有营养师把这称为开心果原理，认为用带壳的开心果取代其他高热量零食，有助于体重管理。所以，开心果不仅给您带来好心情，更能带来好视力、好睡眠和好身材。对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每天一小把，约20颗左右，开心果作为加餐，是非常理想的选择。只要注意选择原味带壳、未经过盐炒的开心果，就不用担心摄入过多盐分，让开心果为您的黄昏岁月增添一抹亮色吧。它当之无愧是老年健康的开心果。看完以上介绍，您会发现坚果就像硬币的两面，有的暗藏风险，有的蕴含健康。关键在于我们懂得分辨，学会选择。回想一下，过去我们总以为每天吃坚果有益健康，却忽略了怎样吃哪种。其实选错了坚果，真的可能吃出病来，但选对了坚果，又能够为健康加分。中老年人特别需要避开文中提到的4大慢性毒药：坚果、发霉变质的花生要坚决丢弃，从前的炒货坚果能不碰就不碰，巴西坚果切忌过量贪吃，糖衣蜜汁坚果更是尽量戒掉为妙。远离了这些暗藏伤害的食物陷阱，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坚果带来的营养。而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应当重视那些默默无闻却对健康极有益的坚果良品。每天3颗核桃补脑护心，10颗杏仁强骨稳糖，1匙亚麻籽清肠抗炎，加上一小把开心果护眼助眠，将这4大黄金坚果合理的融入日常饮食，长期坚持必能给您的健康带来惊喜改变。事实上，早在2013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哈佛大学研究就显示，坚持每天适量吃坚果的人，总死亡率比不吃坚果的人低了将近 20%。 也就是说，坚果吃得对，真的有助于延年益寿。当然，这里的吃得对指的就是选择正确种类并适量食用，而非随意的乱吃一通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看清哪些坚果该忌口，哪些坚果值得天天相伴。别再让打着健康旗号的慢性毒药坑害了身体，也别错过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黄金圣品。
从现在开始，做一个聪明的坚果甄别者和享用者吧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把好每一口入口的食物关卡。中老年健康指南就掌握在您自己的手中，选对坚果，远离疾病，收获健康与长寿。祝愿大家都能吃出聪明，吃出健康，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。